那麼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中國現在他們叫靈活就業人口，其實就是失業人口啊，有多少？2.2億以上啊，其中光是送外賣啊，不包括這個開網約車等，光送外賣8000萬以上。這樣的一個人口本來是改革開放的人口紅利，現在已經逆轉成為人口負債。這個人口負債呢，一方面呢，可以被中共當成是一個廉價的一個韭菜。為什麼？因為靈活就業就沒有社保、醫保等等了，所以企業呢可以用低薪，然後也不用去支付它的這個社會保險啊。現在我們在台灣很多的企業的一個成本之一就是要幫員工保這個勞保嘛，哈，省掉了啊，所以企業坦白講也很開心啊這一件事情。另外，國家本身在社會安全體系當中呢，它可以少花一點錢，可以，所以這個政府也正偷偷的在笑啊。但是不要忘記了，一刀有兩刃一刀有两刃。我把這樣的一種隱藏的，我們講說這種不合作的革命，我把它稱之為 social volcano， 就是社會火山。它不斷的在內部膨脹，不斷的在升溫，不斷的在凝聚等等的。現在我覺得在中國年輕時代當中裡面，為什麼會躺平？現在很多的這一個躺平族跟傳統的農民工不一樣哦。農民工沒有知識，沒有水平，沒有文化，他們進城什麼硬活、髒活，他全部都願意幹。現在的躺平族有很多是大專業，甚至是有博碩士的，所以他們本身跟農民工的那個感受不一樣。農民工就是說我吃苦，我去養家鄉的父老。現在的年輕人是我吃苦是要怎麼樣？得不到成果，我會有一種叫做階級墜落感。農民工沒有階級上爬的意願，我能夠吃飽就好了。可是這些有受過高等教育的這一些躺平族，他有很濃厚的要階級上升的這樣的一種傾向。我那麼工作的認真，就是為了改善我的生活。然後提高我的社會這個地位。如果這些本身都已經完全落空了，我就是下流青年人嘛，都有階級的一種墜落，就得我過去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白費了啊！而且你再努力也沒有用，再努力也没用啊！所以这就不是個單純的這個經濟問題，這是一個政治認同的問題。這種政治認同的問題，有一天如果說被某一種觸媒、某一種這個引火導火線引爆的話，它就很可能是成為一種社會火山的爆發。難怪中國現在內部維穩的這個費用，跟他的軍費是一樣的高。對，它維穩費用非常非常高。這又造成一個非常弔詭的一個惡性循環，就是青年人躺平越多，然後這一個社會火山的這個醞釀越為激烈，他的軍隊的經費，然後他的維穩的經費相對會提升。那麼你越提升的時候，在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社會目前這種萎靡這樣的退縮的這樣的情況的話，那你這個經費本身就變成是一個過剩的這個經費。就是說你本來應該把維穩經費去改變那些躺平的年輕人，讓他重新站起來，社保、父保、那個醫保，還有這個各種這個就業的機會等等的。結果你現在反而把這些錢拿來壓制他們的這個這樣一種工具的時候，那就會陷入到一個螺旋的循環。這個循環本身，我認為這個叫做，我們用一個專有名詞，就叫做衰敗動力。就是它這個機器本身不斷的產生負能量，然後去制造這一個不願意配合機器運轉的這一個人民，它就變成是像一個動力機器一樣，它這是負向的一個動力，就走向一種衰敗的這個結局，所以我叫做衰敗動力的結構。好，所以宋老師，你剛剛提到就是。現在中國內部自己問題很多，你的年輕人這個躺平，你的這個所謂的軍隊的這個腐化，包括你這個財政的困難，包括你的人口結構從人口紅利變成人口負債，你現在要打台灣，你要面對很多的問題。剛才講，包括中美之間這種所謂的軍力啦、戰爭能力的這個代差，所以你就說，您現在擔心的不是中國真正的武力，它是辦什麼？我要找全域作戰，全域作戰就是我從敵人的後方，我來開始瓦解。而你現在可怕的是說，你現在看到台灣正在發生這樣的現象。是的，過兩天川習會就要召開嘛，很多人就會擔心或者是懷疑說，川普會不會出賣台灣？我告訴各位觀眾朋友，川普不會出賣台灣。會嗎？會出賣台灣的只有國民黨。我再講一次，
啊，川普不敢出賣台灣，對啊，但是國民黨本身呢，氣壯山河的要出賣台灣啊。我認為這個台灣現在進入到一種叫做民主的一個脆弱性的，fragility 就是所謂的脆弱性的一個情況啊。這個主要有幾個主軸來加以分析。第一個，我們剛講過。無論在硬實力和軟實力，中共要用武力來攻打台灣，已經機會非常的渺小。但是他迂回的在台灣重新開一個窗口，就是在台灣培養他的紅色代理人。這些紅色代理人講白了就是等於國民黨。所以我今天寫了一篇文章，我說鄭麗文就是台版的王滬寧。為什麼？因為王滬寧一直主張美國治理會反對自己的美國。因此，美國的衰敗會從它內部的種族啦、膚色啦，還有這個文化左右兩派的這樣的一個衝擊本身，它會內爆，美國會自己本身毀於它自己的一個內部的這個衝突。對，同樣的台灣有一個複製人或者是繼承人姓鄭他就是仿照王滬寧的以美國反對美國，來在台灣製造以台灣反對台灣。所以立法院在野黨的獨裁、預算的閹割、阻卻各種國安法，然後讓這個中配的入籍年限從6年改到4年，以及明目張膽的是我要零軍購，或者是3800+N這樣的一個做法本身，意思就是要從內部癱瘓台灣的國防的這個實力。對，我今天簡短的來講，國民黨不斷用一種我覺得是一種詐騙的話術。說我們買軍購叫做兵凶戰危，我們買這個軍購本身叫做挑釁中共，會引起兩岸的戰爭。我們買軍購本身是扮演美國的棋子跟美國的提款機，實際上正好相反。鄭麗文路線恰恰正好是把台灣走向被美國被放棄的一個戲子，而且這個。他反而把它裝飾成，就是說是我們買軍購的話，是當被美國玩弄等等的。實際上，當你放棄自己的防衛力量的時候，美國才會放棄你。美國絕對不會放棄一個在第一島鏈當中裡面擁有強韌的自衛能力，能夠擋住這個中共來保護、承擔美國在印太區域的這個它的整體的戰略利益的國家。只有一個台灣，如果這一些優勢全部都沒有了，它具體的表現在說你軍購你不願意增加，而且被這個砍掉等等的，那你就不能夠再扮演美國在印太地區當中裡面的一個橋頭堡或者是一個前衛這個哨兵的一個角色。請問你台灣對我美國還有什麼價值？所以國民黨這套論述就是我剛剛說我講那樣的一套論述。對，所以真正扮演把台灣變成美國的棋子的人。是鄭麗文路線，絕對不是現在目前我們的這個國防這個抗中保台的這樣一種國防的路線。所以你說，因為習近平現在，我如果單純要靠武力、靠過競爭，我要拿下台灣不可能，所以我要去瓦解台灣內部。我要瓦解台灣內部，我們知道中國是最懂得搞統一戰線，最搞統戰，都搞這個所謂的區分你我，去所謂的這個分化的。所以他要分化幾個部分，要分化台灣內部的問題。如果分化藍綠，第二個我要分化你的重點在哪？他現在要透過這個軍購的部分，分化台灣跟美國。因為有人提到說，現在美國對台灣這個軍購不滿意，不是只是對藍白不滿意，也對綠也會不滿意。他說你這樣的反軍購的最後的結果是拉大台灣跟美國的距離，是嗎？對，不僅是拉大，是根本就從根源上試圖去侵蝕和破壞美台之間的合作。美台之間的合作是過去是純粹賣武器嗎？現在怎麼他們也想跟台灣合作生產無人機啊？對，甚至就是說要把彈藥庫放在台灣呢來自於跟建構一個比較具有規模性的台美軍工聯合生產體系等等，這個進程本身現在國民黨要加以阻擋下來，要擋車，要阻擋這樣一個趨勢所以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講說，為什麼這麼做？就是回顧我們剛剛所講的，由於中共在物理能力上面的機會窗口已經關了一半，
換句話說，從渡海啊，這個佔領等等叫地戰嘛，地面戰，現在已經改成對台灣人民的腦戰。腦戰，對，改變你的認知，讓你相信這個只要我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啊！不要打仗，什麼都好。哎，對啊，我要和平，我不要戰爭啊，等等，這個腦戰啊，這個腦戰我分析一下哈，有2塊，一個叫數位作戰，根據最近所披露出來的，中國有一個科技公司叫中科天機哈，它構建了一個叫 GoPro 的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把台灣人分成4類哦，4類哈，一個叫頑固派。前陣子我們的內政部部長的外甥不是被解職了哈，那一類的哈，他把台灣分類了分類了，分類4派，另外叫友好派，頑固友好，另外摇擺派，就是台灣有中間選民嘛哈，最後是客觀派，像我們2個人都屬於客觀派，對不對哈？用 AI 來進行客製化的洗腦，比如說你是這個頑固派的那麼我就不斷給你恐嚇。你台獨死路一條，你必將這個葬身無所葬身之地你必然我延禍後代子孫等等的那對於頑固派的用恐嚇對，那對於友好派呢我們就說我們兩岸都是中國人嘛，一家人嘛那個歐貴之不就是友好派的一種典型嗎？另外搖擺派那中間派他就不斷的去灌輸你，就是說。你應該要和平，不要戰爭啊！兩岸和平的話，你年輕的世代你可以不用上戰場等等另外的客觀派他的也是會客製化，譬如說我常常批評我，像我這種客觀派的人講說，哎呀，宋老師你這個有所不知實際上這個美國沒有你想象那麼強大那麼中國其實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韭菜也有很多結束了這個事實，或者是。其他的讓你沒有注意到的這個事情他來教育我對，希望我能夠更客觀，所以就很多以美派的這個聲音就出來了對所以我跟各位講就說 AI 本身可以被中共利用來，一旦台灣內部發生一些社會的熱點，比如說最近不是什麼醫療所有偷拍等等這種東西那麼他就會依據每一個人。你在網絡上的路徑，這個叫網絡足跡。你的閱讀，你選什麼東西來閱讀？你的閱讀的偏好，還有你會不會按讚，這個叫這個贊同的這個取向等等，來怎麼樣？幾分鐘就可以生成出帶着台灣口音的，就是講台灣狗語的這樣的一種網紅，對，或者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YouTuber 來進行怎麼樣？他用台語來配音來對你進行一種。深度偽造的一種詐騙，它甚至可以複製像保潔你的這麼多客製化的客製化，它甚至可以生成像保潔你的這個面孔然後由你自己來用說話然後說我們台灣完蛋了我們現在這個如果要抵抗中共的話，我們自取滅亡等等的，幾分鐘就能夠做出上100萬部的我們剛剛所講的那樣一種深度偽造的這一種滲透和統戰的影片，對。這個叫做數位作戰，第一塊，第二塊，腦戰嘛神經作戰。我們根據這個腦神經科學，我們腦神經當中裡面有個多巴胺，還有皮質醇。當你看到一些刺激性的、情緒性的言論的時候，多巴胺會分泌，讓你覺得說，哎呀，看得很刺激、很爽快，叫多巴胺還有皮質醇。那麼它就是利用這一种。客製化的這種影像，來誘發、來激怒，不是激怒，激發你的多巴胺的分泌，這個就是用一種我們稱之為腦神經的一種傳導的一個武器化。我再講一遍，腦神經傳導的武器化所以腦戰很可怕。現在就是說是在數位作戰的領域當中，我們每天200萬以上的駭客攻擊，200萬。基本單位然後我們在網絡空間當中裡面各種紅色的各種這個統戰的這種影片呢是多的數不清那麼利用多巴胺的規律，利用皮質醇的這個效應來製造一種神經傳導的這種統戰，對，這就是所謂腦戰最可怕的一環。那
宋老師，你覺得他現在這個已經發生效果了嗎？也就是說，剛才講我在中國那邊，像以前很少像國民黨這樣堂而皇之說，我就是要和平，我就是要砍預算。然後呢，你要看到《美島電子報》裡面還特別提到說，有一題說，如果今天不要打仗，那我就跟中國一樣，我就跟香港、跟澳門，我跟一國兩制，在台灣就有22.4%的人，有將近400萬的人支持這樣的一個說法。那這個說法，這個結論是不是代表說，他一直在做這種所謂的腦戰、這種統戰，甚至國民黨不斷的這樣呼籲或者以美論，已經達到效果了？而且這400萬是一個會變動的數字嗎？我覺得他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效果。否則你剛剛提到就是說，會有22%吗？22.4%，22點，超過22%的人認為說一國兩制也可以，只要不打仗都可以，只要不打仗只要歲月靜好啊，這個就是我常講的和平痴呆嘛。認為和平是天上掉下來的啊。另外就是小確幸，就是我只要不打仗，我繼續過我現在這個日子，我什麼都可以接受啊。我曾經看過一個影片，訪問台大的學生台灣大學台灣的頂尖學府，這個記者就問他，如果用一國兩制的方式來這個統一台灣，你覺得可不可以接受？他的回答是叫做沒差啦，沒差，沒差就是無所謂嘛所以不要低估我剛所講的數位統戰跟腦神經統戰、神經統戰，它已經在台灣創造了一定程度的效果。而且這樣的一個效果本身是可以由一個團體、一個系統本身是不斷去支撐這樣的一個效果。國民黨，川西圍之前好像王滬寧接見了張榮恭嘛，對，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接見他呢？聽聽你台灣有什麼意見啊？我們準備叫川普呢，從過去不支持台獨，現在改口成為反對台獨，你們有沒有什麼看法呀？諮詢一下國民黨的一些高層。所以國民黨中央、國民黨的立院黨團，還有親中共的這一個紅色的媒體跟紅色的名嘴，還有個別的這個委員，還有包括地方的首長，你看這連結成一樣，這個叫在地協力車嘛。在地協力車以前是2個人前後騎嘛，現在可能是4、5個一起騎了。這個就是所謂的統一戰線然後呢，他在這個社會上不斷的散布一些非常的我們稱為假性邏輯。這假性邏輯是說只能推一段了。我們講說邏輯是3段論嘛，它是推一段就好了，第2段跟第3段就不推了。第一段就是說，軍備就是兩岸兵凶戰危，好了，不想的就是說這個兵凶戰危是誰造成的？第2段就不推了。另外的話就是說是只要為什麼不要這個和平，非要戰爭不可？曾麗文不是講說，對，兩岸未必一定要終須一戰嘛，這也是一種說法。這些累積起來就變成怎麼樣？腦戰的所有的認知的改寫，可以把年輕人剛踏入社會。他可能他的政治的認知本身是一張白紙，他就從一開始就把你染紅，改變你的初始的一個認知的結構，讓你陷入到他的一個認知陷阱當中。這個我認為，即便中共現在武力打不到台灣，但是他從內部是可以滲透台灣、瓦解台灣。那宋老師，你講到這個就等於是。就說你之前講王滬寧當時在美國那一套，就是美國反對美國，因為美國呢有很多的內部問題，有他民主制度的問題，有種族的問題，有他的南北差距的問題。你說，因為他就利用這些矛盾，他就開始反對美國，去制造矛盾。台灣現在是鄭麗文用台灣反對台灣，你現在講的這些東西都是台灣反對台灣，用台灣的民主制度，用台灣民主制度的一些缺陷來進行所謂的滲透跟破壞的東西，這他現在正在進行當中了。對。應該這麼講，王滬寧他有去過美國，有研究過美國所以他這個1989年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在1991年寫了《以美國反對美國》這本書。這本書其實呢，是來講美國內部的矛盾，種族、膚色、階級還有左右兩派這樣的一個矛盾等等。他認為，美國這麼強大的一個帝國，它唯一的一個毀滅之路來自於內部本身的矛盾，這個叫自毀等等的。那這個當然這是錯誤的觀念但是錯誤沒有關係到台灣有他的繼承人嘛
這個人是誰？我想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啊。那您說他用什麼策略嗎？我覺得3大策略。第一個呢，認知改寫。你看他的這個變數，他的這個詭辯術非常厲害。比如說這個7800億的國防預算通過的時候，他首先批評國民黨不清不楚啊，然後這個軍備本身是把台灣當作美國的棋子、美國的提款機啊，然後他就說我們通過的這樣的一個法案本身是真正能夠保護台灣的國家安全。那這樣的一個說法等於我們剛講3段論嘛哈，通常他推第一段，第二段不推了，我們把它推後面2段。第二段怎麼推呢？那就是說，既然民進黨是不清不楚的話，那我請問你，他為什麼要編這麼龐大的預算？對，這預算很清楚啊，就3塊嘛，一個是委制嘛，一個是長構性的一個這個軍購，另外一個系統性作戰就是所謂的 C5ISR 的那樣的一個系統，這樣很清楚3大塊啊，它精準獵殺喲，國內自制的那個部分本身那是。這個台灣本身的軍工業的自制的一個系統，他把它砍掉。另外是跟美國購買系統、作戰系統那個東西要把它砍掉啊，獨留一個所謂的那個中間那個單向式的一個軍購等等等，這個叫精準獵殺。所以第3段他怎麼推論呢？就是說，只有我國民黨支持的7800億才是真正的怎麼樣保衛台灣。你看1段、2段、3段推到最後的時候，那個邏輯根本就不成立嘛這個就是一種詭辯另外一個更嚴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常講這種所謂的內統就是說我利用敵人的自由來結束你的自由。我再講一遍，我利用你的自由來結束你的自由，那就是什麼意思呢？用台灣的民主的機制來怎麼樣破壞台灣民主的體制。言論自由是所有的專制主義病毒最好的溫床。最好的溫床，為什麼？因為你的言論自由可以保障我對你的病毒的輸入。所以中共的統戰的這個手法很簡單，我不要你生病，我只要你怎麼樣，免疫力衰弱就可以了，你會自行滅亡。另外還有一個我認為更加嚴重，就是說是堂而皇之，公然這個，我認為是通敵知敵，然後迎合敵人的這樣一個做法國共論壇不是馬上也要開了嗎？等等的，所以現在人民就會見怪不怪啊。既然跟中共交流是為了和平，對，有什麼不可以呢？既然是兩邊都是中國人，既然是鄰居，大家禮尚往來有什麼不好呢？和平就是要通過談判呢，不談怎麼會有和好的這個機會等等。你看這些所謂的次級論述就慢慢會衍生出來，這個叫做認知的洗腦。或者是認知的陷阱，不斷讓台灣人陷入到那樣的一個認知的，我認為是一個陷阱和迷霧狀態之中。好，那趙老師到最後就是這個所有的戰爭集大成的，就是這一次的軍購案。這一次的軍購案真的讓人家瞠不結舌，以前在台灣絕對不敢有人這樣幹，也沒有人敢這麼堂而皇之這樣做的。結果不但做了，你剛才講的，包括歐桂芝這些人，他們完全毫無愧色。我根本覺得馬文君還講，如果我可以決定的話，我還根本就是0。第一個，他們怎麼敢這樣做？然後這樣做，其實這件事情您非常的不以為然，你也非常憤怒。現在這個軍購案做成這個樣子，到底對？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還是不解。我至少也給了7800億啦，這件事情到底對台灣來講造成多大傷害？我覺得是，對台灣國防體制本身，抽筋換骨啊。抽筋換骨。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因為你想想看，面對未來台海的現代化的戰爭。比如說以烏克蘭經驗來講，它能夠撐到今天，就是它的無人機的工業。台灣有這麼好的半導體的產業群，有這麼強大的這個 AI 演算能力，然後我們的企業本身也願意配合政府等等的，為什麼要把無人機？我過去一再強調，台灣未來的一個戰略系統之一，就是一定要發展群蜂式或叫蜂群式的一個無人機系統。對，要把這個砍掉，所以我叫做精準獵殺嘛。不重要的7800億我給你，但是靈魂這個部分，關鍵這個部分我就把你砍掉。應該說那個一次消耗性很快打完的那東西你買，而且
美國軍購我也不敢擋，我也沒有辦法能力擋，我就讓你過了。可是我有能力擋，而且那個是在台灣建構軍工產業，而且是可以長長久久不斷的所謂的研發，不斷的製造，那是台灣等於說不只是迎接第1級、第2級、第3級、第4級，其實靠的是台灣本土的這個所謂的軍工產業。我把你這個給拿掉了，這樣拿掉了以後，你就算可以擋得了第1級、第2級，你當你炮打完，你這些火炮打完了以後，你後面就無以為繼了。他就是把你那個無以為繼的東西搬上台面。對，因為現代戰爭的關鍵不是在於你武器的戰鬥力，而是你戰爭的持續力。對啊，所以無人機系統，所以你想想，國民黨的版本呢，其實最終是把台灣的青年送上戰場。但是這個民進黨的這個抗中保台的版本是機器人上戰場。所以這是一點。那麼另外一點的話，就是說，在這個跟美國合作這個部分這是一種系統性的一個建構，不是說我買個炮，買一個什麼這個戰車等等的，這是一個整個美國版本的指戰作戰系統，指戰系統願意我們剛剛講 know how，願意複製或者是授權給台灣。講白了，不出幾年，台灣就具備跟美國類似的國防武力。為什麼這個要把你砍掉？叫精準的獵殺。所以我認為它是抽筋換骨，或者說是斬草除根的一個做法，非常精準的。你不要看他們，有人講說，哎呀，那個7800億怎麼算出來的？事實上是精算出來的。這個精算，他可能國民黨、民進黨自己不會算，沒有關係，對面會算，對，對岸會幫你算所以我認為我們簡單的來講，就是說，也許我們感性的來說了，戰言子孫啊，戰禍。不是在是戰言子孫如果你真的不希望你的兄弟跟你的小孩上戰場的話，唯一的一個辦法就是讓機器人上戰場，讓我們的指戰系統更加的現代化，更加的強化，以避免中共冒險來攻打台灣。這個才是我們國家真正的國防韌性。他現在連韌性都不要了他只要奴性。我只要討好北京，我把這些人當作是要走主力型的精英分子，他只有一個邏輯，我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所以我如果讓台灣處於防備最虛弱的一個狀態，最符合我跟中國的政治關係，最符合我在中國經營的工廠或者是我的資產，我要是不同意、不順從中共的這種論述的話，那我可能我的工廠、我的資產等等就會被充公或就被這個破壞等等的。我如果不聽北方中共的這樣的北京的一個指令的話，那我跟中共高層的關係就因此就會被切斷，我就沒有辦法用這種中共的那種高層的政治背書拿回來騙台灣人，拿回來怎麼樣自抬身價、自鳴得意，這個叫主力型或者主確型的精英分子，這裡面散布的範圍非常廣大，國民黨內部，乃至於就是說媒體包括媒體界，甚至包括學術界，還有一般的這個企業財團等等，都有這樣的一種主確性。當國家利益違背了我私人利益的時候，我想方設法的去阻卻國家的這個利益的一個增長。好，我們看到現在國民黨他們現在不斷的阻擋軍購，或者做很多的作為都是高喊和平，好像我只要高喊和平，我就可以高枕無憂，我就可以安然無慮。可是你只要放開歷史很清楚，如果你沒有自己的防衛能力，我們之前講過了迦太基的故事，我們講過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歷史，你只要放棄了鬥爭，你放棄了武裝，你願意跟對方妥協，你交付了你最重要的武器給在對方手上的時候，你最後那就是抄家滅族之災。為什麼我們現在會那麼在乎？就是台灣其實進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時代，我們深具教訓，我們剛好在整個全世界 AI 的這個產業扮演一個最重要的角色。台灣很重要，因為全世界都要來保護台灣。可是現在可怕的是，當全世界都想要來保護台灣的時候，台灣有一群人，我要放棄自我的防衛。放棄自我的防衛，完全迎合中共的利益，卻讓台灣深陷不可測的危機之中。好，非常謝謝宋老師今天參與我們訪問，謝謝我的兄，謝謝各位觀眾。
非常謝謝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們都會來仔細的閱讀。我們非常謝謝Shina77，你說謝謝我們的制作團隊的精良內容，他小小心意，我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們也會努力的來制作您喜歡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這個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後呢，你說謝謝我的用心訪問，你謝謝洪醫師認真教學有關腎的健康這個知識。現在对於這種健康醫療是我們在網絡的部分非常認真要耕耘的一塊。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未來是一個強壯的國家，台灣未來也是一個偉大而這個健康的國家。另外，我們也感謝了這個 QB Jacky。那你說我們導正了台灣往正向的道路的無形力量，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我們相信說，走對方向，走正確的路，比什麼都還重要。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個 Albert 王，他說你深有同感，從大中小去觀看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產業來說說他們的成長趨勢。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整個產業趨勢是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現在連韓國都非常的緊張，所以未來我們也會多報道這種產業趨勢。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成長。另外就是非常謝謝林立清 D2S， 他說你現在看到了伊隆馬斯克的打不敗神話，現在台積電的50公里的強大供應鏈，我們現在也會針對這些國際趨勢，而且在整個國際變化的當中，台灣我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呢，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就是這個 Lovely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說感謝我們精闢的見解，把台灣的情勢詮釋得非常的清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台灣一直在往前走，台灣的往前走，我們要相信台灣。另外就是這個所謂的755裡面，你特別就是感謝，我們也感受到您的這個對我們的肯定，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另外就是這個藍靜，你說謝謝我們製作優質的節目，他是一個退休人士，支持台灣。我們也希望整個台灣一起來進步。另外就是這個 Boy K， 然後呢，你說謝謝我們提供這個內容，然後您說您是政大傳院的學生，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感謝您對我們的一個喜愛。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說很久沒有看到宋老師了，那就宋國成宋老師。那你当然我們在兩岸國際之間，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謝謝明老師，明老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訪問的來賓，未來他也會定期來上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喜歡我們也會非常認真，我們非常感謝，因為這麼多人喜歡我，對我們來講那是一種責任，那也是一種我們需要的這種所謂的使命，我們會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謝謝。